时间过得是真快啊！2021年已经过去一半了，不知道你全年的计划实现的怎么样了？除了前途未卜的 P50系列旗舰机已经都发完了，这机圈的节奏早已不是去幼儿园的车，这都快赶上 F1了。新旗舰这边厂商直接提前到了2020年的年底就直接给发了。前面我们已经聊了2021年上半年的影像专题，讲了这个下限高啊远比上限高对于用户来说更重要。这期我们依旧是拉出这8大旗舰机，这次我们设置了13项重度符合测试项目，来看一看谁在性能这个维度上能够独占鳌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小白测评2021上半年性能大横评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，特牛逼！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，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，生活用品5折起，能买也能卖，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首先是纸上谈兵 ，CPU Geekbench 5单核跑分，6款骁龙88的手机基本一致啊。麒麟9000由于大核仍然采用 A77 的架构，在单核性能上有些劣势。至于采用 A14 的12 Pro Max， 大家把一骑绝尘打在公屏上。多核上苹果依旧领先，但麒麟9000在架构落后的情况下和骁龙888大差不差啊。OPPO 两兄弟垫底。3D Mark GPU 性能，我们选择了跨平台的 Wildlife 通用测试标准 ，A14 毋庸置疑霸榜，得分9169，而麒麟将马力G78架构的 GPU 核心堆到了极限的24颗，在这种短时间的峰值性能上，就要大幅领先骁龙888的 Adreno 660了。其他几款骁龙888的机型则互有胜负 ，OPPO、小米、魅族夺得后3名。由于12 Pro Max 的 A14 过于强大，那我走。娱乐图安卓端和 iOS 端上的测试标准也不一样，我们就让它走吧。其中1加9 Pro 拿下第一 ，Mate 40 Pro 不到80万分垫底啊。在前3项纸面测试中 ，A14 夺得了 CPU 和 GPU 2个环节的第一。1加9 Pro 在苹果走了的情况下，拿到了1个第一。纸上谈兵结束，下面就来真格的了。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能够综合反映厂商对处理器瞬时性能调度和 OS 的流畅性优化。12 Pro Max 以细腻的体验用时100秒位列第一，小米第2。后续几款机型大差不差啊。One UI 的3星垫底，用时121秒。大家非常关心的游戏环节，近段时间全国入夏，很多小伙伴玩游戏都开始出现降频锁帧的情况，尤其是骁龙芯的小伙伴，体验还来了一波降级。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夏天来了，你的手机悄悄发生了什么变化？首先是25分钟的和平精英流畅加90帧测试，其中苹果原生不支持和平精英90帧啊，三星则没有适配90帧模式，这局没法带它俩了。剩下6台手机有一半都出现了掉帧。鸿蒙版本的 Mate 40 Pro 平均90.17位列第一，魅族一如既往的调度激进，平均89.79帧，1加9 Pro 平均89.11帧，有轻微掉帧。小米11 Ultra 平均87.33帧，游戏5分钟就出现了锁帧，降为87。此时 CPU 温度仅为43，和小米以前激进的风格相比，这个温控策略可以说改得非常严格了。X0 Pro Plus 平均70.87帧 ，CPU 在42摄氏度就出现了锁帧，而在出版系统中90帧维持了8分钟 ，CPU 达到47摄氏度才出现锁帧。夏天高温的到来确实影响了厂商对于手机性能的调度，通过降低锁帧的温控阈值，进一步控制温升。之前45度还咔咔往上上，现在42摄氏度就给你锁帧了。在帧率上，88确实比较拉胯，但正常发挥的情况下，和麒麟9000也没有拉开什么太大差距。重点就在功耗上 ，Mate 40 Pro 在帧率低的情况下，功耗仅为3.78瓦，稳稳的第1名。vivo 和小米在降频大法的基础上，勉强拿到了23名。魅族调度激进，自然功耗最高。你喜欢谁的调度策略？可以走波弹幕。发热方面，1小时 HDR 高清加极限画质下的和平精英 ，Mate 40 Pro 依旧是第1名。vivo、小米分列23，三星发热最高48.7摄氏度，仅次于12 Pro Max 的47.6摄氏度。总之，在和平精英环节，鸿蒙版本的 Mate 40 Pro 连续拿了3个第一。麒麟9000无论是功耗还是发热，控制的都相当不错。越说是越难受啊！这么好的芯片，唉。真的希望华为能够早日渡过难关，毕竟少了麒麟，以后安卓就高通独大了，这牙膏又不知道它会怎么挤了。对于旗舰机和平精英肯定不够啊，我们又测试了原神最高画质，通过前后对比来看看厂商这半年的优化怎么样，还有个别人的降频锁帧大法。首先是相比年初啊，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机型 ，Mate 40 Pro 平均49.75帧，魅族18 Pro 通过激进调度平均53.49帧，12 Pro Max 平均46.1帧。A14 理论性能虽强啊，但在 iPhone 一直都不太重视散热对料的情况下，
这大半年的更新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iPhone 的游戏表现。1+9 Pro 平均帧率从最开始我们测试的40.9帧提升到了49.6帧，虽然帧率提升了9帧，但由于起点太低，这个成绩并不算太优秀。接下来才是重点的反向优化的机型们。三星 S21 Ultra 首发支持60帧模式啊，但是在我们这次复测中 ，S21 Ultra 做了帧率限制，全程锁定40帧，且40帧的情况下，后半段还出现了掉帧。对于888的手机来说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。最后平均39.2帧，波动5.9，并且调低画质之后，也并不能恢复到60帧模式。下一款安卓之光也是我们测试之中变化最大的一款机型，发布时平均58.4帧，更新系统之后，小米11 Ultra 平均帧率44.6帧，游戏6分钟发热就降到了45帧。此时 CPU 的温度46摄氏度，14分钟的时候直接降到了40帧 ，CPU 温度升到了49摄氏度。顺便在这儿再说一下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全部在25度恒定的这个温度下面测试的，所有机型全部都是这一个标准啊。小米11 Ultra 后续反复震荡啊，19分钟后全部锁定在了40，整局游戏 CPU 最高温度50摄氏度，对比之前小米的调度，游戏6分钟就上到了50摄氏度，15分钟上到了57摄氏度。反向优化的好处就是温度真的给降下来了，但是帧率也从旗舰机的第1直接跳水到了倒数第2，不是说好的为发烧而生吗？Find X3 Pro 感觉好像是没有更新过，仅3分多钟之后就锁定到了50，整局平均50.1帧。OPPO 这个帧率的调度在当时还颇有争议，但后续三星和小米众多机型也都使用了这种调度策略，也就是把帧率给锁定下来，然后追求稳定性，追求更好的发热控制。因为就目前来说，原神这种超大型的游戏在888的这个处理器下啊，想要满帧就要牺牲大量的发热和功耗，为了寻求平衡，锁帧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小米和三星这次直接将帧率锁定到了40，如果你是一直用这些手机来打游戏，这个游戏体验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，感觉他们两个有点矫枉过正了啊。最后在整体的发热和功耗上，2张图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你可以暂停查看，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。总之，今年鉴于888的表现啊，各个手机厂商也是费尽心思，CPU 降频、游戏锁帧、堆料散热等等等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特别是在夏季啊，没办法的办法吧。如果不更改 CPU 的调度策略，超过60度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么问题就来了。你是要游戏帧率还是要续航发热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作为消费者来说，确实管不了那么多。我买了你品牌的顶级旗舰，就想要一个稳定的性能发挥，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吧？我全都要。游戏只是 CPU 调度的一个方面，小白 CPU 数据库综合续航测试能够展现 CPU 在各个场景下的功耗表现。首先是3小时的轻度续航测试，得益于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11 Ultra 剩余65%，12 Pro Max 剩余62%，仅3687毫安时的一个小电池就拿到了第2 ，A14 的功耗控制不言而喻。OPPO 垫底，在5小时续航测试之中排名基本一样啊 ，Mate 40 Pro 挤到了并列第2名。一加 OPPO 系统一致，两者的续航表现也是一致的差啊。大厂 OPPO 再次垫底。针对这2台 LTPO 的机型，我们在5月底还复测了一次啊，续航基本没什么提升，甚至还更差了一点。不过用的9是一方面，充得快又是另外一方面啊。上面表现不怎么样啊，1+9 Pro 65瓦的快充，充到100%，用时28分钟，这次位列第1了。小米11 Ultra 虽然功耗高，但是电池更大，且单电芯设计啊，充电速度比较慢。毫无疑问，垫底的是 iPhone， 接近2个小时。OK， 13项大小测试全部完毕。这13项测试基本涵盖了一台手机关于性能的方方面面，但测试我们就花了1周多，是大家3连点赞的时候了，感谢。我们总结了一个长表，做了一个简单排名。第1名给3分，第2名2分，第3名给1分。iPhone 拿下了4个第1，2个第2，总得分16分。跑分环节强势霸榜，但不支持和平精英60帧，发热降亮度，游戏方面表现一般。华为这边拿到了3个第1，3个第2和1个第3，总计也是16分。虽然跑分一般，但有了鸿蒙加持，实际使用上无论是游戏还是功耗表现都算不错。华为苹果并列小白测评2021上半年性能横评的第1名。当然，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，小伙伴们怎么选呢？可以走波弹幕。小米、vivo 分列3、4名，在上期小白测评影像专题中夺得第1的三星，这次垫底了。当然，这个排名仅是我们设置的这13项的测试结果啊。其实13项真的不少了。如果说中低端机型是用来走量或者说深耕下沉市场的，那么旗舰机就是用来树立品牌形象和实力的。做好旗舰机这3个字可不是简单的堆料再配个高价就能让用户买账的。其实在上期影像专题就有体现，我们在很多点都可以看到，在硬件堆上去之后，软件体验很多厂商很多细节并没有跟上，比如偷偷降频、LTPO 个寂寞等等等等。
而且在硬件同质化的行业大背景下，上游处理器只要翻车一个，大家就集体翻车。核心技术不在自己手里，也就只能锁针大法好了。OK，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表格，你想随时随地免费查看的话，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021性能横屏这几个字，随时下载查看。不关注你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